我带着众多魔教弟子穿越到现代，本以为这群只会打打杀杀的古代人会水土不服，被社会狠狠毒打，却没想到他们个个是人才啊！混的竟然比我这个本地人都好。不过好在他们都听我的，度假村也开始慢慢扩大了。恭喜你加入我们，以你雷火门的功底，以后烟花秀的任务就交给你了。这就加入了，就没有什么仪式什么的吗？仪式？没看出来你还是一个需要仪式感的人。那行吧，那这样，我念几句誓言，你跟我一起念。好的。圣火昭昭，圣火昭昭，圣光耀耀，圣光耀耀，凡我弟子，凡我弟子。喵喵喵喵喵！好的，恭喜你正式加入魔教，又称圣火喵喵教。怎么样，这个名字是不是很可爱？真的不是很懂你们。走，我刚买了一大批无人机，先带你去了解一下，后面熟练了再加烟花一起。他不懂代码，却懂阵法、节奏、数秘、光影，那是雷火门刻在骨血里的本事。也是时候再给度假村加一点节目了。这是在操控星辰吗？我就说教主肯定是神仙，我怎么看到好像是那个新来的雷姑娘在操控？你懂什么？肯定是教主传了一部分神力给他。有道理，有道理。教主大人神力通天。短短时间里，雷灵音已经彻底融入了这个集体，不光和体贴细心的灵念慈成了好朋友，还和魏卓山成了忘年交。一个武器大师，一个火药专家，两个专家一相逢，顿时爆发出无数奇思妙想。教主送给你防身的，只要按一下就会有子弹弹射出来，威力也不是很大，仅只能轻轻松松的打断人的一条腿而已。天哪，上一次看到这种逆天的东西还是在好莱坞特工电影里，这俩高手居然随手就造出来了。从今天起，严令禁止你们研究大型杀伤性武器，听到没有？我都怕再过几年他们俩直接手搓原子弹了。教主，不能再这么下去了，你赶紧花点钱吧，我们赚钱太容易了，你得多花点啊。虽然还欠着教主姐姐1000万，但那钱1年才到期，远着呢。有时候我都心疼教主，一看就是过苦日子长大的，有钱在手里都不知道怎么花。要不然咱们再建个古风茶楼吧，最近好多游客反映咱们这边能安静休息的室内场所太少了。这个主意倒是不错，不过茶楼这个不算花钱，这个还是算是投资，要那种你实实在在花出去的消费。要不我去买辆车，这辈子都没给自己置办过这么贵的玩意儿，今天必须安排。你好，欢迎光临，请问今天想看点什么车型呢？刚刚那是什么原理？门怎么就自己开了？难道说这里面也有神仙？这里这么多神仙座驾进行售卖，里面有一个神仙在此坐镇，也不意外。算了，懒得纠正了，随便看看吧。那您一定要看看这款四门桥跑，咱们家的旗舰颜值款。要不要试驾感受一下？操控特别丝滑，新手也能轻松驾驭。我上去试一下，你们去休息区坐会儿等我。您喜欢的那种配置，现在正好有活动，全部落地下来也就120万。不错不错，这个价格很合适。是。你们看，这车比刚才那个大多了，钢板也厚实。这车空间大，能拉人也能拉物资，似乎更加实用。哇，这个门居然是这样侧滑开的，好有意思的设计哦，跟刚才那个会自动打开的门是同一个风格哎。两相对比，刚才那辆车确实小家子气了不少。那辆车是？那是给店里送货的配送车。那价格大概是多少？大概15万左右吧。算了，不就是买车吗？又不是什么大事，小孩子才做选择。大气、敞亮、厚重，这一看就不是凡品。不错不错，虽然比不上上次那个大车，
但是这车也能坐好多好多人呢。哦，对了，旁边那个小的是什么？小的是赠品，买大的送的。合理的，这大的一看就很贵，送点东西是自然的。原来是不花钱的赠品，难怪这么小。行吧，你们开心就好。一转眼10月份过去了，耗时整整3个月，耗资780万打造的员工宿舍，终于彻底竣工，可以入住了。花了一下午，总算搬完了。就在这个时候，度假村迎来了第一个重大投诉。什么情况？这位客人，你先别哭，慢慢说。不管是住宿不满意，还是遇到什么委屈，我都帮你解决，好不好？我前不久刚因为满脸痘被女朋友分手了，特意来散心的，结果连这里的保洁都用那种眼神看我，我是不是真的很丑，丑到让人害怕？活着还有什么意思？大概就知道是什么情况了。实在对不起，是我们没做好岗型培训，你千万别往心里去。我们这位员工他是从山区来的，他以为你那个是老人口中的天花，所以有点被吓到了。不好意思，这个确实是我们的问题。你放心，我一定给你把这事儿解决好。我想办法帮你把脸上的痘痘治好，行不行？咱们度假村有2位专业医师，保证能帮你调理好。啊，这真的能治好吗？放心，肯定能行。一副煎水内服，调理体内火气，按时用药，忌口辛辣油腻，1个月左右就能彻底痊愈，不留手印。其实也不全怪别人，是我自己刚分手太敏感了，一点小事就反应过度，还闹得这么大，给你们添麻烦了。这是我们的一点心意，祝你在我们这里玩得开心。怎么回事？平白无故反应怎么这么大？教主，不是我瞎害怕，是前几天我回家听村里人说，京城突然出现了天花病例，已经死了好几个人了。什么？除了听闻县城附近有病例，你们县城或是周边的其他县城，眼下已经出现确诊的病患了吗？咱们县离京城远得很，地处偏僻，暂时还没传到这边来。怎么了？其实10年前也曾出现过一模一样的情况，当时也是京城率先爆发天花，疫情肆虐，朝野震动。那位当朝皇帝非但没有坐镇京城主持防疫，反倒以夏日看蜀需要避暑为借口，带着一众妃嫔、亲信与侍卫，仓皇逃出了京城。避暑？什么意思？你的意思是，他这次很有可能会躲到玄武山来？怎么可能？那位养尊处优的皇帝还嫌咱们这山太过破败，看不上眼。他在隔壁县早有一处修建的极其奢华的皇家别院。嗨，不是我们这里就行。皇帝虽不会入住此处，可他驾临隔壁县城，周边的各级官员为了表忠心、献殷勤，必定要争相上交无数奇珍异宝与金银财宝。这些官员自己舍不得掏腰包，便只会变本加厉地搜刮民脂民膏，把重担全压在普通百姓身上。10年前，皇帝就在那处别院住了大半年，直到京城的天花疫情彻底平息，才折返皇宫。可他与随行队伍经过的地方，天花病毒也随之蔓延开来。京城的权贵尚有太医精心诊治，可底层的平民百姓连抓一副药的钱都拿不出来，只能在家中等死。而将病毒带来的皇家队伍早已扬长而去，全然不顾百姓的死活。这也太王八蛋了！教主慎言啊！后来还是我父亲带着门下一众弟子下山，施粥送粮，免费赠药，日夜不休地诊治病患，才好不容易将那场疫情压制下去。那你的意思是，这一次的天花很有可能会像10年前一样？我不知道，疫情扩散本就难以预料，谁也说不准接下来的走向。这段时间，你们负责度假村杂活的30个临时工，全都不要再回家了。玄武山是游客聚集之地，一旦你们不慎染上天花，再把病毒带到山上，后果不堪设想，麻烦就真的大了。怎么就麻烦大了？我们这边的人小时候都是打过水痘疫苗的，
应该不怕这个。教主，据我所知，水痘和天花是完全不同的两种病病。水痘疫苗对天花没有任何防护作用。水痘只是症状较轻的常见病症，几乎不会致人死亡。可天花是烈性瘟疫，致死率极高，幸存者也会落得满脸痘疤甚至残疾。而且根据这边的医学历史来说，天花病毒已经消失了很多年了，你们也早已不再接种天花疫苗。如今的普通人体内几乎没有任何天花抗体，若是天花病毒突然传入这边，落在毫无免疫力的人群中，会飞速传播扩散，引发极大的公共卫生危机，万分凶险。原来是这样吗？我一直以为这两种病差不多。教主不必太过担心，我说的只是最坏的情况。按照此处的医学技术，就算感染了，只要及时去医院，很快就会恢复。至于那边，我会和茯苓一起研究疫苗接种之法，再试着调配克制天花的特效药。到时候就把药方交给陆大人，让他自行处理吧。好，那就一切都拜托你们了。啥年代了，还要你亲自翻书，直接上网搜不行吗？不到半个小时就全部查出来了，这个效率是不是也太高了一点？感谢前人的智慧呀！把人的手臂清洁后，用刀或针在表皮上轻轻划出数道浅痕，只要见血丝不流血即可。随后，将牛的脓包液脓滴在伤口上，让之渗入表皮。3到4天后，手臂会发痒，出现小布疹，逐渐变成水泡、脓泡，最终结痂脱落。约15天后，此人就再也不会感染天花了。哇，这也太厉害了，简直是闻所未闻呐！爹，那我们现在要把这2张药方交到京城去吗？我听闻京城那边有位太医曾经有过治疗天花这方面的经验，已经把情况稳定下来了。如果没有特殊情况的话，这个药方就没有必要拿出来了。当然，牛痘的种植还是要做的，但是要小范围，私底下慢慢来。那太医的方子怎么可能有楚大夫的方子好？他的方子当然不会比楚大夫的更好，可是问题就在于这么好的方子我是从哪里拿到的？毕竟对外我们县里现在可没有什么拿得出手的神医，总不能是你爹我这个年纪突然觉醒了医学天赋吧？那就只能希望那个太医能稍微厉害一点，赶紧把京城的瘟疫制止住，也省得我们和苗教主再担心。对了，我刚才让你去后院数兔子，你数了没有？数了，刚刚发现又死了一只小的，现在还有77只。不是说兔子生得很快吗？他们到底什么时候能够下崽啊？苗教主给我们的兔子都是2个月园龄的幼崽，这是你爹我的主意。毕竟一堆小兔子，你能说是捡的，能说是抓的，还有人信？若是一堆已经成熟的大兔子，有谁会信呢？不过小兔子也没关系，养上4个月的时间就可以繁殖下一代了。到了下个月，第一批兔子就正好养了4个月了。你又没有什么私心，你只是想为百姓做点事情而已，还要这样藏着掖着。谁说我没有私心的？等到了冬天，我第一件事情先用兔毛给你和满仓一人做一顶保暖的帽子，怎么样？然后再给百姓们做点过冬的衣服。我只希望这个冬天，大家都能平平安安的活下来了。我爹说，太医院有一位太医对于治疗天花格外有经验，说是数年前曾经跟随师傅初吻，也治好过不少百姓，所以很有心得。京城的情况现在已经彻底稳住了，所以暂时还没有用到楚大夫的药方。等一下，数10年前跟着师傅出诊，治好过很多天花患者。这个师傅说的不会是宁霜他爹吗？什么意思？是楚大夫的故人吗？我爹说，经过此事，那位太医现在已经被升为太医院的院长了。不用想，这肯定是楚凌霜哪一位师兄弟了。当初这群人不能接受一个女人继承药王宗，为了剥夺楚凝霜的继承权，把她赶出药王宗，囚禁师傅欺师灭祖。而这个人此时升官发财，依靠的依旧是当年师傅辛辛苦苦钻研下来的药方。至少治病救人本身不是一件坏事。
随他去吧。这就对了，管他们那些破事干嘛？咱们现在最重要的是好好过日子。来来来，大家都过来看看我新买的这台360度旋转全自动烧烤字。啊，今天有烧烤吃吗？自从9月1号教主你把我赶走之后，我已经好久没有吃到玄武山的饭菜了。来来来，肉串摆上去，鸡翅摆上去，香肠、蘑菇、玉米全都安排上。还是我来吧，再怎么全自动，那些调味料什么的还是需要人来放的。我也来帮忙，又能吃到师傅做的东西了，真开心。我跟你说，以我多年丰富的看剧经验，那太医院院长就不是个好职位，迟早是要背锅的，那下场绝对好不了。好的，我知道了。大晚上的你也少吃点烧烤。哎呀，你不懂，其实吧，这烧烤和针灸是一个道理。这又是什么歪理邪说？我以前怎么没有听过？你看啊，都是用针，只不过咱们这个针稍微大了一点点，还串了点牛羊肉，撒了点辣椒，再加点孜然，然后放在火上面一消毒，送入患者口中。神医呀，百病全消。我迟早要找机会把这个人抓住，好好扎一顿。喂，什么事啊，领导？你那边方便说话吗？有点事想跟你聊一聊。你们先吃着，我下楼接个电话。好了，说吧，领导，有什么吩咐？吩咐不敢当，不过确实有件事想来请你帮个忙。哟，你还有需要找我帮忙的地方？太阳这是打哪边出来了？事情是这样的，现在是11月初，1月上旬，咱们国家要主办一场国际武术交流大赛。虽然只是交流性质，但是规格很高，几十个国家都会派代表队过来，相当于全球武术界的一次盛会。原本定好代表中国队出战的几名核心选手，赛前出了大问题，现在根本没法上场。上层不想把这事闹大，更不想在国际上丢了体面。找到了国安这边，问我们有没有身手够硬、身份稳妥又能应届顶上的人。我想来想去，最合适的人只有你那边了。你先听我说完，只要你这边愿意出人，代表国家上场参赛，作为回报，官方出面，免费给你玄武山建一座大型露天展演场馆，标准看台、中央比赛场地，带整体天幕顶棚，完全归你度假村使用。到时候比赛就在你们度假村举办，比赛还有奖金，也会一分不少的给你们。啊，还有这种好事儿？打比赛赢奖金，还能收获免费的露天场馆，这简直就是从天而降一块大饼啊！我们唯一的要求就是务必要赢得漂亮。现在事情已经发展得非常难看了，必须用一场无懈可击的完美胜利才能把事情压下来。要赢得漂亮，赢得体面，要让所有人都心服口服。这件事包在我身上了，管你是哪个国家的高手，洛星安一个人就能挑翻全场。对了，领导，我没有什么别的意思啊，我就是有点好奇，这事儿你怎么没有找我姐啊？据我所知，她那边好像更厉害吧？你姐那边的厉害我肯定是知道的，问题就是厉害的太不科学了，我担心打起来没轻没重，一不小心把对手的人头打下来了。刚刚那个诡异沉默是什么意思？什么沉默？哪有沉默？没有没有，我会提醒参赛人员收着一点，保证不会出现你刚刚担心的事情。什么意思？也就是说，如果不收着一点，真的有可能发生那种把人家人头打下来的事情？这像话吗？比赛的详细规则，我明天一早发给你。场地建设的事，也会有专人明天对接。苗老板，这次就拜托你了。保证完成任务。苗老板您好，我们是负责玄武山路战演场馆建设的项目组，今天过来对接场地勘测、方案确认事宜，争取尽快开工。选址我早就定好了，就在这里。秦月川说比赛大概1月份才开始，时间充裕。他的要求就是赢得漂亮，那自然选山上武力值最高的人。洛星云、花影、沈燕，再加上近战时的魏子君，表格要填5个人，简单。花影不太喜欢抛头露面，让他当替补就好。教练是唯一能全程陪同的人员，那自然写我的名字。苗老板，你确定教练要写你的名字？你是不是没有看细则？
细则我看过了呀，你们的规则简单的要命，说白了就是10分钟之内谁先把另外一个人打趴下，谁就赢了。我说的是有一条备注里面写了，紧急情况下，教练员也可以作为选手参赛的。没办法啊，我看了你发过来的规则，好多环节都只让选手和教练员参加，我不陪着，他们容易闹笑话。再说了，我们家孩子强的可怕，保证给你从头赢到尾，还能轮得到我出手？那行吧，一切都拜托了。这段时间你们好好准备。我们这个月居然只赚了902072，哇，这么烂的人流量，一个月也能有90万，我们这么厉害吗？总之，咱们现在手上的现金流是10777594元，这不是还有挺多钱的吗？要不先把我姐那1000万还了？反正这个月空调也弄好了，茶楼和场馆也都弄好了，也没有花大钱的地方了。我再去网上宣传一下，吸点流量。正好1月份又有元旦，也快要春节了，咱们肯定能大赚一笔。行。对了，教主，新建好的茶楼那边，我已经订购了一批本地的茶叶，按照品质和品种定了价。但是从陆大人那边拿来的茶叶，我不知道应该定多少钱。陆大人拿来的茶叶，我记得好像一共也没拿多少吧？一共就拿了3斤。陆大人拿过来的茶叶在那边属于什么档次？极品还是什么？品质不错，口感醇厚，但算不上极品，就中等吧，应该不是很贵。虽然不是很贵，但是到底和这边的不一样，物以稀为贵，就定个100多吧。那就166，或者188。那就166吧，188有点太黑了，166正好。虽然按照我的眼光，166一杯茶就已经很黑了。好的，知道了。教主呀，你几天没有出门了？哎呀，才3天而已啦。真拿你没办法，谁让是自家教主呢？只能宠着了。什么玩意儿？家人们谁懂啊？网红景区喵仙人度假村升级了，居然推出了茶楼，本来还挺期待的，结果一看定价，直接被吓到了，166一克的茶叶，我特意查了，正常一杯茶也就3到5克，按这个价格算，一杯茶就要大几百块，比市面上的顶级龙井还贵，这也太离谱了。正好，我爷爷一辈子研究茶叶，算是茶界老炮了，什么档次的茶叶都喝过。今天就带着我爷爷亲自去这个景区看看，到底是茶叶真有什么过人之处，还是商家纯的奸商，借着网红景区的名气宰客。3个小时，3000多条评论，1万多点赞，完了。来，家人们看清楚啊，我们现在已经下单了，这就是消费单据。我爷爷就爱喝口感醇厚的中茶，服务员推荐我们买5克，咱们算算账啊，一杯茶就要800多，这不是天价宰客是什么？服务员还说，泡这茶用的是他们玄武山的山泉水，跟外面的水不一样，我倒要看看这水是能泡出金子来，还是这茶叶真能值这个价。爷爷，趁着这茶还没泡开，您先品鉴品鉴。光看干茶，您觉得这茶叶怎么样？值不值这个价？这茶的形态倒是别致，我还真没见过这种品种。不过主就是要泡出来才能过滋润。完了完了，就算我飞过去也来不及了。算了。教主，怎么了？茶楼里现在有个100万粉丝的网红正在直播，他点了咱们那款166一克的茶叶，已经下单了。你听我的，等会儿不管他是投诉还是挑刺，甚至是在直播间骂咱们，你都别跟他争执。就说这茶是新品，刚上架尝试推广的，口感不合心意的话，直接给他免单，1分钱都不收。明白了，我来解决。虽然教主没有明说，但我也听明白了，应该是我把价格上错了。可是免单，我花月展从商多年，还从来没有做过亏本的生意，免单绝不可能。是不是有人点了那个166的茶叶？对啊，我这刚取了山泉水，正准备给他们泡茶。你去忙别的吧，我来。我没看错吧？这服务员也太美了吧！我突然觉得841杯好像也不贵了。老人家，这款茶性子特殊，
冲泡的水温、手法都有讲究，我来帮你们冲泡，方能品出它真正的滋味。老人家，请品茶。这是什么茶？我活了70多年，喝了一辈子茶，从来没有品过这样风味绝佳的茶。茶汤醇厚绵柔，回甘清甜，唇齿留香。喝完之后，浑身都觉得舒畅。这等品质简直是世间罕见。姑娘，这到底是什么茶？我从未见过，也从未听过，竟有如此独特的风味。这茶并非市面上的普通品种，是我们教主专门请人在特殊环境下遵循纯古法工艺种植炒制，没有任何添加，全程手工打理，故而风味独特。再配上我们玄武山独有的山泉水，自然与外面的茶不同。家人们，我以我辈子的品茶经验保证，这茶绝对是顶级好茶，品质堪比拍卖会上的稀有茶种，无论口感、香气都无可挑剔。特别是那种独特的古典韵味，是我从未尝过的。840块钱一杯，真的一点都不贵，甚至可以说是物超所值。姑娘，我实在是太喜欢这款茶了，你能不能高价卖我2斤？不管多少钱，我都愿意出。我想带回去慢慢品，也给圈内的老友们品鉴一番。实在抱歉，老人家，这款茶我们本就不是为了盈利，只是拿出来给真正爱茶之人品鉴交流的，不想靠它赚钱，所以一概不外售。而且这茶必须要配我们玄武山的山泉水，才能品出真正的风味。所以我们还是欢迎大家来我们山亲自品尝。爷爷，您什么意思啊？您的意思是这茶我们还买便宜了？哎呦，让你平时多读书多学茶知识，你偏偏不听，整天就知道上网博眼球，什么都不懂就乱说话。我告诉你，这种档次的茶叶，这个价格简直就是做慈善，是亏本买卖。你刚才还在直播间说人家是奸商宰客，简直是胡说八道，丢我的人，赶紧给人家道歉。对不起，是我有眼不识泰山，没了解清楚情况就乱发言，误会了你们，给你们造成了不好的影响。我在这里郑重道歉，希望大家不要被我误导。玄武山的茶是真的好。这都可以啊！直播风波反转的热度远比我预想的还要凶猛，再加上这种反转又反转的故事特别吸引眼球，一下就上了热搜。国际武术交流大赛选定玄武山举办。请问苗老板在吗？我们想拜访一下。不好意思，我们苗老板冬天怕冷，不太喜欢出门。说的也是，这种背景的人怎么可能随便就让我们见到？怎么说实话就是没人信呢？教主，那3斤茶叶再这么卖下去，明天就没了，自己都没得喝了。啊，这要不然去和陆大人说说吧，让他帮我们去收购一些，我们可以用物品置换。这茶现在可是咱们度假村的金字招牌，多少人特意冲着它来的，可不能断货。这种档次的茶叶，按照一般行情，1斤可以置换10斤猪肉，那3斤茶叶就是对应30斤猪肉。按照我们今天采购的猪肉价格，30斤猪肉是450，那3斤茶叶我们能卖多少钱？24万9千。找人给陆大人带话，让他帮我们去采购茶叶，1斤茶叶换100斤猪肉。你给多了，他也不敢要啊。说的也是，那你让他自己定吧。陆承安性子谨慎，最担心的就是被人发现这里的事情，所以即使能给多，他也不敢拿。既然苗教主开口了，陆某一定办到。至于置换，那就1斤茶叶换20斤猪肉吧。这还算一个合理的范围，不会太引人怀疑。等开了春，划一片山地，找附近安分守己的百姓种些茶叶，能更稳定的供给苗教主那边，也能给当地百姓多谋点营生。大人，出大事了！慌什么？天塌不下来，慢慢说。天花，京城那边不是已经控制住了吗？怎么又是？不是，这次不一样，是皇帝陛下本人感染了天花。你说什么？陛下染了天花？千真万确，宫中已经封锁消息，但消息还是露出来了。更可怕的还在后面。还有什么？新上任的钦天监监正上奏说，陛下染疾是天怒之兆，
要从天下各权县甄选100名童男童女，祭天祈福，为陛下续命。什么？教主，看起来情况不妙啊！陆大人，他怎么亲自来了？怕是茶叶送来了吧？什么意思啊？星兰、谢大人、宁霜都到天台来，马上！发生什么事情了？钦天监监正上奏，要甄选100名生辰八字合适的童男童女祭天，为陛下续命。什么？不是，这老畜生疯了吧？有病就好好治啊！啊，抓100个无辜的孩子去祭天，这有什么用？简直是丧心病狂！根据钦天监监正给出的生辰，这100名孩童之中就包括云霄。他娘走得早，我这一辈子大约就只有他这一个孩子，我就算是死，也不可能把他交出去的，绝不可能！这个新任钦天监监正到底是个什么狗东西？能想出这种伤天害理的主意，他就不怕遭天谴吗？就这种玩意儿接了苏望坤的班儿？暂时不知道此人的身份，只知道是新上任的。我觉得这件事情不对劲儿。之前明明有消息说，京城的天花疫情已经彻底抑制住了，怎么会突然又爆发？而且偏偏得病的是皇帝本人。按道理来说，皇帝身边的防护是最严密的，怎么可能偏偏只有他得了？我觉得，比起自然传染，这更像是一场精准投毒。皇帝身边防卫森严，寻常人根本靠近不了，能悄无声息让他染上天花，绝非偶然。等等，不对啊！你不是有个什么破师兄弟刚当上太医院院长了吗？他手上有你爹以前留下的治天花的方子，有那个方子，他治不了皇帝的病。我爹的方子已经是10年前的了。天花病毒极易变异，10年时间，说不定病毒已经发生了变化。那个方子不一定能治好这一次的病，如果能治好，也不会需要100个孩子祭天了。如果就让这狗皇帝现在死了，会怎么样？他如果在这个时间点死了，会非常非常糟糕。眼下朝局本就不算稳定，一旦天子驾崩，必定会引发大乱。太子尚且年轻，性格又没有治国经验，暂时根本撑不起一个国家，镇不住朝堂上的那些老臣。我猜想，八王爷应该会趁机出手。他一直野心勃勃，暗中培养势力，觊觎皇位已久。我甚至怀疑，皇帝这次染病就是八王爷暗中策划的。皇帝若是死了，八王爷正好有借口趁机篡位，夺取皇位；若是没死，用100个孩子祭天，必定会积累民愤。到时候他再以为民请命的名义讨伐钦天监，甚至讨伐皇帝，照样能浑水摸鱼，坐收渔利。如今多个县域还没有从之前的灾荒里缓过来，百姓们食不果腹。若是再发生皇位之争，战火纷飞，百姓们可就真的遭罪了，怕是又要流离失所，家破人亡。也就是说，那老混蛋可以死，但最好尽量不要现在死。大概是这个意思。那就把宁霜的方子交出去。皇帝不能死，孩子不能给，那就只能把药方交出去了。其实我来这里，就是做的这个打算。只是这样一来，你在如此敏感的时间拿出这张方子，怕是没有办法解释方子的由来，很容易引火烧身。我没有别的选择了，所以我把云霄托付给诸位了。如果我回不来，请一定照顾好他，让他在这里安安稳稳的生活，就让他做一个普通的孩子，像寻常人一样上学。还有你们之前说过的那个什么补习班，也让他去上上，让他远离朝堂的纷争，远离这些血雨腥风，平安喜乐一辈子就好。爹，你在说什么？你不要我了吗？不至于，不至于，你快起来！
别搞得这么悲壮，像生离死别一样。多大点事儿，有我们在，不会让你死的。实在不行，你也来我们这儿上班算了，放弃那个破县令的职位，咱们一起守着玄武山，谁也奈何不了我们。我若走了，那县里的百姓怎么办？他们本就刚从灾荒里缓过来，若是我离开了，来了新的县令，一旦发现玄武山的秘密，你们和云霄还有那些百姓都会有危险，到时候一切就都晚了。反正你现在不许死，也不许出事。林音，过来，把你和魏师傅之前捣鼓出来的那些小型杀伤性武器，全都给我拿过来。你别糊涂啊！上次我不让你们做大的，你们后面肯定偷偷做了不少小的，别以为我不知道。赶紧的，立刻送到天台来。教主，你这也太急了吧！我和魏师傅的全部成果，全给你搬来了。介绍一下，教主，你看，这个发簪看着普通，实则顶端的花纹就是开关，轻轻按一下就能发射出3枚子弹，近距离之下百发百中，根本来不及防备。还有这个笛子，其实是改良版本的暴雨梨花针，轻轻一按能向四周射出上百根银针。还有这个砚台，看着是文房四宝，实则是个小型炸药，只要直接扔到火里，或者用硬物摩擦砚牌底部的凹槽，利用摩擦生热的原理，就能点燃面的炸药，威力足以炸伤3、4个人。还有这个毛笔，也是个暗藏杀机的暗器，笔杆里面藏着机关，轻轻一按笔帽，就能一次性发射出5支毒针，针上淬的毒见血封喉。而且毛笔上面的毛也不是普通的羊毛，拔下来放入水中，毛里的毒粉就会溶解在水里，无色无味，让人防不胜防。我要是哪天进去了，一定是你俩害的。我俩也就是研究着玩，也没有拿出来用。要不是你这次主动要，我们都是锁在柜子里面的。陆大人，你挑几件？后面的事情我也想不到那么远了，反正我只知道现在，谁敢杀你，你就杀谁。大人，这是能治疗天花的方子，属下无意中得到的，恳请大人能将此方交予京城，也救救那些即将被用来祭天的孩子。这方子你从何而来？我们县城境内的玄武山曾经是药王宗遗址，之前被魔教占据，现在那一块已经没有人了。我带着属下上山搜寻，无意中找到一些书籍，其中就有这个药方。大人，您……陆承安，你今日未曾来过本官的书房，也从未向本官提及什么药方，更没有见过什么治疗天花的方子，你明白吗？这人想要抢功，他一贯吃那卡药贪污成性，现在得知了这样的大功一件，第一反应自然是据为己有，还想把我完全排除出去。还有这种好事？属下明白，属下明白。属下今日从未踏入过大人的书房，也从未见过什么药方。属下刚才是一时糊涂，胡言乱语，还请大人恕罪。但是你今天来了，也不能让你空着手回去。你说说看，想要点什么？属下近来闲来无事，对茶道渐渐生了些兴趣。听闻大人素来爱茶，藏品皆是世间难寻的极品，不知属下有没有那个荣幸，能尝尝大人的珍藏？哈哈哈哈哈！这些就送你了，没别的事儿，就退下吧，好好守着你的县城。有我发达的一日，自然不会忘了你。但你要记住，不该问的别问，不该说的半个字都别往外漏。若是走漏了半点风声，后果自负，你担待不起。是，属下遵令。
那张药方第2天就快马加鞭送到了京城，然后当天那位非常热衷于抢功劳的知州大人就莫名其妙暴毙而亡了。官府只草草以疾病结案，半点深究的意思都没有。没有人知道曾经出现过一张药方，只知道那位刚刚上任的太医院院长大人在一次力挽狂澜，研究出了全新的治疗方式，治好了皇帝的病。至于什么100个孩子祭天的事情，从未有过。等于说，知州抢了陆大人的功劳，然后太医院那个又抢了知州的，还顺手把知州给弄死了。说话，这到底是你哪一个师兄弟啊？手挺黑啊！你知道是谁吗？大概知道。谁啊？记不记得当初我们第1次见面，你和星洛听说我们被赶出来，立刻就带着我和福林打上了山。当然记得。那你还记不记得，当时星兰一上山，就用星丝环斩断了喊得最凶那人的小拇指？如果不出意外的话，就是这位。哇哦，原来是那个当年的倒霉蛋啊！他这个人从小就这样，什么都想要，什么都想抢。这次自以为自己又立了大功，却不知道彻底得罪了八王爷。哦，原来是黑吃黑吃黑，这是什么爽文故事发展？来，你试试这个茶。你最近糖分摄入有点多，应该改善一下饮食结构了。哎呀，我就是山猪吃不了细糕，行了吧？这种名贵的茶我喝不惯，别给我留着了，直接拿到咱们的茶楼去卖，肯定能卖个好价钱。其实我已经拿了一部分去茶楼了，只是想着这茶难得，品质极佳，该多留给教主享用，所以只拿了一小部分过去。那卖得出去吗？自然卖得出去，我随便标了688一克的价格，没一会儿就被抢光了。688一克，20斤，那就是688万！感谢知州大人的无私资助，祝您一路顺风，走得愉快。画的是真好看，就是这猫头是不是太大了点儿？身子这么短，看着总有点怪怪的，不像真猫呀。这个叫做 Q 版，就是这种2头身的比例，脑袋大身子小才萌萌的，最可爱了。做周边就靠这个吸粉呢，确实很可爱，做成小物件应该会很受欢迎。到时候这3种周边就每种限定1000个，在元旦的时候试试水，卖爆了再直接冲5000。当今陛下与八王爷乃是一母同胞，皆是中宫皇后嫡出，论才格，论魄力，论心智，八王爷处处都要强过陛下一截。只可惜当年先帝一句长幼有训，嫡长子登基，他便彻底失去了问鼎帝位的资格。陛下这些年越发昏轨，偏听偏信，沉溺享乐，而八王爷虽精明强干，却心性狠戾，手段冷硬，眼中只有权斗，没有百姓。至于太子，那孩子心地良善，有怜悯之心，是真的想做个好储君，只可惜性子过于软弱，缺乏主见，在朝堂之上被各方势力拿捏，根本撑不起大局。大人，您这神色，莫非是想到了什么人？其实，这皇室之中，当真有一人，天资聪慧，洞穿世事，有眼界，有胆识，亦有悲悯之心。大人，您说的究竟是何人？属下实在想不出来。宁玉公主。宁玉公主？可是她是个女子啊！我在此处待了这么久，见识了许多事，也遇见了许多人，很多以前根深蒂固的想法，早已慢慢改变。能者居之，贤德居之，仅此而已，又有什么不好？你看我们苗教主不也带领着我们过得好好的？大人，您真是变了。若是放在从前，您断然不会说出这样的话。我也只是想想罢了。世事浮沉，人心难测，天意更不可违。我一介闲人，早已没了当年的锐气，也不敢再奢求什么改天换地。我只希望这天下能少一点纷争，少一点牺牲，百姓能吃得饱，穿得暖，能安安稳稳过日子，就够了。
上本月的净收入是15316460元。然后你这个月最大的一笔投资就是停车场的350万，所以现在我们手头上的现金流是1,2594054元。教主啊，你要加油啊，想办法再多花点钱啊！我努力。苗老板，好久不见呀！我终于有机会再来你这里看看了。我怎么觉得和上次来的时候完全不一样了？感觉多了好多新设施，比之前更气派、更热闹了。对啊，加了很多新设施，等会儿带你去转转。武队长好，你好，失敬。就是那个我们这里的情况，不知道你们了解多少？我们和你姐姐还挺熟的，所以应该还算了解吧。嗨，都是自己人，走，先去吃饭。在1月17日，也就是开幕式的当天，大屏幕上生成号码1到53，然后进行随机匹配，每个号码随机匹配到另外10个号码，这10个号码就是该队伍的10位对手，一共会产生265场对局。现场随机生成吗？会不会出现 bug 什么的，重复了或者多了少了之类的？真的不需要提前核对吗？到时候全天都会对外直播，这要是出现问题了，岂不是很尴尬？这程序找你姐写的？那没事了，那肯定没问题。然后由各个国家的教练现场抽签，确定各个国家的号码。到时候我们就拿个大箱子，在里面放53个乒乓球，摸到哪个算哪个。从1月18日开始，大家就按照这个安排去打积分赛。单场比赛采用3局2胜制，每局限时10分钟，先倒地者判负，每局休息5分钟，这样一场刚好就是45分钟。到时候现场会分成 A、B 2个区域同时比赛，早9点持续到晚9点，12个小时，一天能打32场，浪摆65场，刚好能在9天打完。那积分怎么算？胜一场积1分，负场不积分。全部积分赛结束后，按总积分取前16名进入决赛，然后休息1天。1月28日开始决赛，为期4天，淘汰制，单场决胜，直至1月31日决出总冠军。1月31日正好是南方的小年，上面说了，让我们赢得漂漂亮亮，让大家高高兴兴过个年。我自知实力远不如各位，但习武多年，一直想和高手过招，亲身感受差距，看清不足，日后也好精进。不知苗老板能否成全，让我和这儿的高手切磋一番。对啊，我们队长3岁就开始学武术了，可厉害了。我不跟他打，差距太大，对他没有记忆。倒也是没有必要这么直白了。哇，好帅！这个道理倒也没错，若是差距太大，切磋起来确实没什么意义。那你选个适合和武队长过招的。魏子君吧。行。教主有什么吩咐？你陪武队长切磋几招，点到为止，就在我们新建的那个场馆吧。好。有劳了。开始。我认输，是我技不如人，承让了。刚才打得太帅了，队长你太厉害了。输了你也夸。哎呀，输输赢赢又不重要，反正在我心里队长就是最厉害的。别的我不知道，但是我知道这一次武术交流大会，我们国家稳了。转眼就到了国际武术交流大会开幕式提前2天的日子，组委会工作人员正式入住度假村，并包下了度假村所有99个房间。苗老板，最终只有20几个国家选择入住度假村，其余30多个国家都敲定了市区的5星酒店。一部分选手不习惯古风装饰，还有部分单纯觉得度假村档次不够。住不住都无所谓，反正房费已经全款付清，不管来不来住，钱都稳稳进了我的口袋。比起虚名，实打实的收益才最实在。那些人也太过分了吧！5星级酒店有什么了不起的？咱们度假村山清水秀，设施也齐全，凭什么瞧不起我们？对了，教主，
什么叫做5星级酒店？对啊，教主，我们现在几星级啊？我觉得再怎么也该有个9星吧。对了，师姐，你知不知道满分是多少啊？我怎么知道？100、10吧。如果满分是10星，那以我们这里的风水和致辞以及人物，再怎么也该有个8、9星吧。各位不好意思啊，我刚刚查了一下，只有营业超过1年的酒店才能进行星级评级，也就是说，严格说起来，我们现在0星。苗老板，好久不见，没想到这次还能和你合作，太荣幸了。这次能来负责国际武术交流大会的直播，可全靠你之前的关照啊！太客气了，有什么需要配合的，尽管开口。苗老板您好，我是山海直播策划部主管张一鸣，久仰久仰。我们张总经常提起你。策划部主管是吧？就是，还有什么别的我需要知道的吗？哦，对了，听说您上次见过九儿老师了，对吧？我跟他不一样，他是主播，我是工作人员。哇，原来咱姐公司也是有人类的啊！苗老板放心，我们和南省卫视并非第一次合作，接下来就开始布置设备、调试信号，保证不出现任何纰漏。经过2天的紧张筹备，国际武术交流大会的开幕式终于如期而至。新建的室外场馆内早已座无虚席，来自全国各地的游客、武术爱好者、各国参赛队伍的随行人员齐聚一堂。妈在，居然不是番茄炒鸡蛋的配色了！这次的队服是谁做的？审美不错呀！哇，这个刺绣做的好漂亮呀！你们仔细看，每件衣服的纹路好像都有区别，这肯定是人手工缝制的，太高级了，太有味道了！您好，请问作为第1场参赛的队伍，您和队员们有什么感想？对接下来的比赛有什么期待吗？我们没有什么感想只是已经等不及把中国队打爆了。你们中国的很多武术招数都是从我们韩国偷学过去的，根本没有自己的东西。这次我们就是要在国际舞台上证明，你们偷来的东西终究是不上台面的，韩国武术才是最厉害的。这人说的是什么呀？听着好像咒语。小点声，教主说有直播。放屁！武术明明是我们中国的国粹，是你们偷学我们的！太不要脸了，居然颠倒黑白！苗教练，刚刚韩国队选手的发言您听到了，请问您对此有什么看法？我这个人从不浪费时间和喷子对话。明天咱们一切以实力见真标，谁强谁弱，赛场之上自有分晓。哦，对了，为了彰显我们东道主的风范，我提前给你们漏个题，我们明天第1场上场的，先上最弱的队员，至于你们，随意就好。反正谁上场，结果都一样。第2天一早8点多，比赛还未正式开始，直播观看人数就已经突破10万，并且还在以肉眼可见的速度疯狂上涨。天哪，有没有搞错？国家真的就派这种人出场呀？这种人甚至还能当教练？完了，这教练看起来就不靠谱，队员看起来又这么弱，这场比赛怕是要输惨了。救命！这是来搞笑的吧？太不专业了！我就知道富二代带队就是不行，根本不把国际赛事当回事。这要是能赢，我直播倒立洗澡。准备，开始！等一下，刚刚发生了什么？我是不是看错了？我没眼花吧？就1秒，这就倒了。1、2、3、9、10，倒地超过10秒，韩国选手落败，中国队获胜。直播间还没进去呢，这边已经结束了。哎呀，开场之前忘记提醒他，让他稍微收着一点了。太厉害了，太不可思议了，这简直是奇迹，是国际武术交流大会史上最快的胜利，全场都被你惊呆了。请问你有什么想对你的对手说的吗？其实我就是想要问问他昨天说了什么，我当时有点分心了，没注意听。他能再说一遍吗？
绝了！杀人诛心，杀人诛心啊！突然发现一个重点，苗教练昨天好像说魏子君是他们队最弱的队员，那其他队员得强到什么程度？我也听到了，苗教练先说先上最弱的，结果最弱的都能1秒绝杀。能再说一遍吗？他居然对我说能再说一遍吗？我连反驳的力气都没有，1秒就1秒。赛前大放厥词，扬言打爆中国队，结果被1秒击昏，10秒判负，连对方衣角都没碰到。这不仅仅是输掉一场比赛，更是把我们的脸面狠狠踩碎在了全世界面前。都别愣着，立刻集合，紧急复盘。现在不是颓废的时候，我们必须搞清楚一件事：那个魏子洲到底是不是中国队所说的最弱的选手？如果魏子坤真的是最弱，那中国队的实力简直深不可测，我们毫无胜算。可如果他是最强，苗云一那句话只是心理战，那我们还有翻盘的机会。找到了，教练，我找到了另外2个人的公开视频。这个叫沈燕的，全网所有视频里唯一的技能就是射箭，他是专业的远程射箭选手，没有任何一个视频展示过他的赤手空拳近战能力。还有这个叫洛星兰的，他就是度假村老板的助理，每天跟在老板屁股后面无所事事，到处闲逛，没有任何武术训练，没有任何比武切磋，和武术半点关系都没有。教练，真相一目了然，魏子君是中国队唯一的近战高手，是他们3个人里实力最强的那一个。沈岩赤手空拳近战一擦不通，完全是外行。洛星潭纯粹的花瓶，连基本的武术动都不会。苗云一根本就是在玩弄心理战。说到底，他就是一个普通的富二代，一个度假村的老板而已，能找到多少高手，一个就不错了。他故意把最强的魏子君说成最弱，就是为了恐吓我们，击溃我们的心理防线。沈燕射箭再厉害有什么用？本次比赛是赤手空拳近战对决，禁止任何器械。远程高手在近战擂台上连普通人都不如，卑鄙，无耻至极！口口声声说实力见真章，说不玩阴谋诡计，结果竟然用这种下三滥的手段欺骗全世界，把最强近战伪装成最弱，简直龌龊到了极点！太好了，我们彻底翻盘的机会来了！下一场我上场，轻松碾压他，让他们知道近战武术的真正实力。中国的骗局被我们拆穿了，接下来该我们掌控赛场了。第一场只是我们落入了中国队的卑鄙心理陷阱，并非实力差距。接下来的第2场，我们将轻松碾压获胜，一场不败逆转局势。接下来的第2场，我们将轻松碾压获胜，一场不败逆转局势。什么情况？这群人吃菌落了？明明输得那么惨，被1秒击昏，顶级嘲讽，短短几分钟居然又变得自信满满，甚至比之前更嚣张。你们韩国人真的很难懂啊！教主，第2场比赛安排谁上场？既然你主动问了，那就你上呗。反正谁上场都一样的。再说了，洛星兰还要给我拨板栗呢。不过这次不能直接1秒绝杀了啊！刚才那个场面太干脆了，一点面子都不给人家留，显得我们东道主太霸道，太不近人情了。咱们稍微收着点力道，控一下节奏，就打个10秒吧。行。就是这个只会射箭的体育生，今天我要猛攻击倒他，彻底洗刷第1场的屈辱。准备开始！没有丝毫试探的必要，他毫无实力。同选只要全力猛攻，必定轻松取胜。1、3、4、5，教主说了，打个10秒，那就10秒。什么情况？为什么不打呀？一直躲来躲去的。我刚看韩网那边流出来的消息，说韩国队已经研究清楚了，我们这位选手只会射箭，近战不行。完了完了，不会真的是凑数的吧？果然，他就是个只会射箭的，近战根本不行，他只能闪避，根本没有还手之力。赢定了，我马上就能击败他。倒计时快要结束了。6、7、8、9、10。
本场比赛中国队胜。沈烨选手，能跟我们聊一聊为什么会选择前期避战，后期突然发力吗？这是战术吗？因为我们教主觉得，在第10秒赢会比较好看。这不是实力，这是掌控。他不是不会攻，他是故意等到第10秒才攻。魏子君居然真的是最弱的，我们所谓的识破阴谋，只是自欺欺人的笑话。苗云一从来没有玩心理战，他说的从来就是实话。我觉得还是好冷啊，要不我们明天搬一台小太阳过来吧？不对，我一个人用好像不太好，显得有点自私。搬4台吧 ，A 区 B 区都分配一下。好。苗教练留步，恭喜中国队2比0完胜。麻烦您点评一下本场比赛还有2位选手的表现吧。点评？还要点评？你该不会以后我们每一场比赛都要让我点评一下吧？这也太为难我这个吉祥物了。苗教练太谦虚了，您就简单说几句，比如对2位选手的表现满意吗？对韩国队的表现有什么看法？那星兰来点评一下吧。发力急躁，防守漏洞百出，连基础的卸力都不会，输是必然。好的，非常感谢。对于你2位队友的表现，你有什么点评呢？对手太弱，他们都没有发挥实力，所以没有什么好点评的。太帅了，好狂啊！我太爱了。盲猜一下，这个姐姐才是几个队员里面最强的。这比赛看得我太爽了，心理委员你不用来了，我太得劲儿了。话说，苗教练什么时候也上场打一场呀？我已经详细看过赛程，特殊情况下教练是可以上场的。你要是愿意上场，我当场就刷10万的礼物。这不是搞笑吗？这些选手全部都是各个国家万里挑一选出来的，让他上场还不如让玄武山的狗上场呢，说不定胜算还能大一点。你们不要激动啊，我走了，拜拜拜拜。这个夜晚对于其他参赛国家来说同样是一个不眠之夜。中国队表现太过惊艳，让所有国家都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压迫感。各国纷纷紧急启动调查，全力探查苗云悠以及他身边队员的底细。是这样的，今天中国队的表现太过惊艳，直接让咱们这场比赛的关注度暴涨，全网都在讨论。现在有好多赞助商都挤破头想要过来投放赞助，可问题是咱们赛事在筹备初期就已经签了独家赞助商，我们现在就是看着一座金框却根本动不了。想来想去，干脆把这些赞助商介绍给你们度假村。啊？一个比赛只能有一个赞助商吗？不对吧？我记得我以前看那些综艺节目，后面的赞助商名单都能念半分钟一长串呢，怎么咱们这个就不行呀？主要是咱们这个独家赞助商一开始就谈好了，不允许任何其他品牌插手，我们签了合同，不能违约。哪个公司这么财大气粗？是我们山海直播。哦，那没事了，合理的。说起来，张总真是眼光毒辣啊！如果按照现在这个流量再去签赞助合同，价格起码要高10倍。我们张总向来如此。还有个事儿，按照我们统计的数据来看，明天玄武山的客流量应该会超过5万。当地政府那边怕你这边忙不过来，特意说明天会紧急调一批工作人员过来帮忙。除此之外，政府还特批了一条临时公交路线，直接开到山脚下。他们还说，如果客流量稳定以后，就直接固定下来，长期开通。什么？5万？你们没搞错吧？怎么一下子就有这么多人了？不是，你们是怎么知道的呀？周边酒店民宿这几天房间都全部订完了。按照往年数据推测，明天人流量应该会有5万。5万人，你们确定吗？我们整个山上工作人员加起来都不超过70人啊！5万个人，我们怎么应付呀？你不用担心，政府那边也已经考虑到了，会调人调资源过来，还会联系周边企业，安排志愿者协助，肯定能把秩序维持好。就是呀，你不用担心这些杂事，和政府沟通协调人员的事情我来负责，保证给你安排的明明白白。如果明天因为人流量过大出现游客投诉诉纠纷制的问题，我来帮忙解决。至于其他队伍的一切事务，我们都会安排好的。那我呢？有没有什么需要我做的呀？苗教练，你唯一的任务就是好好休息，指挥好队员们，专心准备接下来的比赛。指挥队员？
哦，这好像更不需要我了。能力越小，责任越小，果然只能安安分分的躺平，真是寂寞如雪啊！这种感觉就很诡异，特别像玩经营类游戏，你点了一个升级，进度条走完之后，一切都自动完成了，非常爽，但确实非常诡异。想吃，我帮你去排队。苗教练，你想吃炸串吗？我这刚出炉的，送你2串，不要钱。我这刚炸的鸡柳还脆着呢，苗教练，我分你的。热薯条，刚出锅的，苗教练，拿着。苗教练，想吃麻辣烫不？想吃啥随便点，我免费给你烫，管够。谢谢谢谢，真不用了，你们自己吃就好。感觉自己这辈子从来没有这么受欢迎过。苗教练，今天洛欣然会上场吗？咱们中国队今天准备用什么战术啊？想知道谁先上场是吧？简单，去我账号看。我昨晚发了视频，下面挂了投票。今天谁第一个上场，全由要网友投票决定。你们感兴趣也可以去投。教主，我现在在住宿区这边，新来的那个苏姐姐和人吵起来了，我感觉吵得还挺厉害的。为什么吵架？我也不知道，他们说话叽里呱啦的，我根本就听不懂。没事没事，我马上过来看看。怎么回事？这是美国队的教练和翻译。之前他们嫌度假村条件普通，主动搬去山下5星酒店，还签了放弃住宿的同意书。结果昨天咱们队表现碾压全场，赛事热度爆了。他们突然又要搬回来，说这边方便训练。苗先生，可现在所有房间全满，根本腾不出来。据我所知，这位苗教练就是这个度假村的老板吧？我们教练说了，你们是主办方，有义务解决我们的住宿。办法多的是，就看你们愿不愿意做。找几个贫穷小国的队伍，给他们点小钱打发走，让他们把房间让出来不就行了？还有，你们身为主办方国家，难道不应该主动把自己的房间给让出来吗？我们又不是不加钱，这点人情世故还要我教你？哟，副工啊，意思就是说，不管我开多少钱，你们都给得起？